这两天纪录片咱们说穆里尼奥在皇马的第一次执教，那么有朋友问阿森纳的温格，包括巴塞罗那的瓜迪奥拉，这以后都得安排呀。纪录片系列老 K 专门露脸，也算大家的福利，各种丰富的内容都给大家整上，所以是否能值得您点一个赞，动动小手指，再点个热推？感谢您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穆里尼奥执教皇马的第二年，首先咱们看阵容上的变化。这一年没有再像2009年一样，像银河战舰那种引援方式。皇马没有再购买绝对的巨星，而是围绕已经成型的首发阵容补充年轻人，补充多面手和替补的深度。夏天，皇马引进了5名主要球员。科恩特朗这位葡萄牙人来自本菲卡，可以踢左后卫、左中场，甚至踢后腰，转会费3000万欧元。法国中卫18岁的瓦拉内，这个年轻人主要是长期投资。后来在皇马也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工业。第3位沙辛刚刚当选德甲最佳球员，他希望成为哈维·阿隆索之外在组织上的第2选择。第4位卡列洪，这是皇马青训出身，能够踢左右边锋，跑动和反抢非常积极。第5位阿尔滕托普自由转会加盟而来，他可以覆盖中场、边路和边后卫，可以打多个位置。转会离开的有阿德巴约，租借期满返回曼城。加雷作为科恩特朗交易的一部分，转会加盟了本菲卡。门将杜德克，替补门将宣布退役。通过租借离队的还有佩德罗·莱昂、卡纳莱斯、德伦特。离队的球员大多已经不在穆里尼奥的核心计划中，他们的离开意味着穆里尼奥对更衣室和阵容的控制已经明显加强。但转会而来的，从实际效果看，真正稳定进入重要比赛轮换的有科恩特朗和卡列洪。瓦拉内太年轻，还处于培养阶段。沙辛长期受伤，始终没有进入主要的体系。阿尔滕托普更多只是工具型的替补。所以这个夏天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升级首发的11人，而是穆里尼奥已经认定第1年的主力框架已经足够强，第2年要做的只是增加阵容的厚度和战术上的选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科恩特朗，他的防守硬度和往返冲刺能力非常强，和马塞洛形成了在左路良性的轮换。而且当时隐然科恩特朗的水平更高，特别在国家队他的发挥极为亮眼，但后期由于伤病太多，并没有兑现他完全的潜力。那么穆里尼奥执教皇马的第2年，2011到12赛季，这是他在皇马竞技成绩最巅峰的一年，最终拿到西甲冠军100分，进了121个球，并且领先巴塞罗那9分。国王杯闯入8强，被巴萨淘汰。欧冠进入4强，点球大战输给了拜仁。西班牙超级杯输给巴塞罗那，而 C 罗在西甲竟然打进46个球，尤其是联赛的100个积分和121个联赛进球，创造了西甲历史纪录。赛季刚开始，8月第1场大战，巴萨和皇马进行了2回合西班牙的超级杯。首回合在伯纳乌，双方2-2战平；第2回合在诺坎普，巴塞罗那3-2取胜，总比分5-4夺冠。比赛本身已经非常精彩，但最后几分钟完全失控。在补时阶段，皇马仍然2-3落后，当时法布雷加斯带球，马塞洛直接从侧后方铲倒了他，被红牌罚下。巴萨和皇马的球员们、教练组们随即全部冲到场边，形成大规模的冲突。在混乱中，穆里尼奥绕到了巴萨助教比拉诺瓦的身后，突然用手指碰向了他的眼部。比拉诺瓦转身后也推了穆里尼奥一下，电视镜头完整拍下了整个过程。更有争议的是，赛后穆里尼奥当时没有正式道歉，还故意把比拉诺瓦的名字给说错，装作不知道对方是谁。这个事件标志着当时皇马和巴萨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足球的范围。首先是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的私人矛盾白热化，然后是2队教练组之间的仇恨，再接着皇马球员和巴萨球员之间的冲突，彼此水火不相容，这也造成了在西班牙国家队内部关系的非常紧张。后来比拉诺瓦接替了瓜迪奥拉出任巴塞罗那主教练，所以这个戳眼睛的事件在之后又不断被提起。当时西班牙足协纪律委员会认定穆里尼奥的行为属于严重不端行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穆里尼奥逐渐改变了最初死硬对抗的姿态。2014年，比拉诺瓦因为癌症不幸去世，穆里尼奥失去了当面向他彻底冰释前嫌的机会。后来在葡萄牙作家若昂·加布里埃尔出版的书籍以及后续的访谈中，穆里尼奥做出了最深刻的自我剖析。他坦言，在蒂托·比拉诺瓦面前，我是那个失败的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这当然是不对的。那个负面的形象会一直存在，它会永远伴随着我自己。蒂托当时与这件事无关，我对他感到抱歉。
另一方面，在第一年执教结束后，穆里尼奥在和皇马总经理巴尔达诺的权力斗争中最终获胜。于是第二年，他对一线队拥有了更大的控制权。球队的基本框架已经非常稳定，门将卡西利亚斯，后防线阿韦罗亚、拉莫斯、佩佩和马塞洛。阿韦罗亚就是上赛季皇马的主教练，而4231的双后腰赫迪拉和哈维·阿隆索。然后前面是迪玛利亚、厄齐尔和 C 罗，中锋是本泽马或者伊瓜因。第二年的皇马已经不再是第一年那支面对巴塞罗那只强调防守的球队，面对大部分西甲的对手，他们会主动压迫，并且利用阿隆索和厄齐尔迅速的向前传球，只要抢下球权，往往几秒钟之内 ，C 罗、迪玛利亚、本泽马已经快速冲进对方的禁区。所以第一轮皇马客场挑战萨拉戈萨，直接6-0狂胜 ，C 罗完成帽子戏法，看起来他们即将一路横扫西甲，但很快又出现了意外。客场0-1输给莱万特，客场又0-0战平桑坦德竞技。尤其是在输给莱万特的比赛，皇马在对方的防守、拖延和身体对抗之下失去耐心，赫迪拉还被红牌罚下。但这2次丢分以后，皇马又迅速进入到恐怖的状态。接下来22场联赛，他们赢下21场，重新占据榜首，并且从第17轮开始一直保持领先，最终夺冠。而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狂胜，有6-2巴列卡诺、4-1皇家贝蒂斯、7-1奥萨苏纳、6-2塞维利亚、5-1格拉纳达。所以普通的球迷总说穆里尼奥的那支皇马是防守反击队，这完全不准确。他们面对普通球队的时候是一支极其凶猛的进攻队，而且从穆里尼奥执教皇马的第2年，面对巴塞罗那已经不再一味退守，而是明显的前场压迫和全场压迫，紧逼力度非常大。他们利用前场断球、快速进攻、快速射门，提高了对巴萨传控体系的限制。2011年12月，皇马在伯纳乌迎来本赛季第1场联赛的国家德比。比赛刚开始，巴萨门将巴尔德斯出球失误，皇马迅速抢断，本泽马不到半分钟内破门，皇马1-0领先，取得一个几乎完美的开局。伯纳乌的气氛瞬间爆炸，许多人认为皇马终于在联赛中可以正面击败瓜迪奥拉的巴萨了。可随后巴萨逐渐掌控比赛，桑切斯扳平，哈维的射门折射入网，法布雷加斯头球破门，最终皇马主场仍然1-3输给了巴萨。而比赛中 C 罗获得了一些机会却没把握住，尤其是一次位置非常好的头球。赛后马德里媒体开始讨论，说 C 罗面对弱队可以大量的进球，为什么在国家德比总是无法决定比赛呢？这种批评后来成为 C 罗在诺坎普做出著名的冷静的庆祝手势的重要背景。因为在当时，梅西经常在国家德比有决定性表现，而 C 罗仍然在试图证明自己可以在巴塞罗那面前也成为真正的主角。2012年1月，皇马作为国王杯卫冕冠军，在8强战又遇到巴萨。首回合在伯纳乌 ，C 罗率先破门，但普约尔和阿比达尔帮助巴萨以2-1逆转。比赛中有个非常具有争议的画面，梅西倒地后，佩佩从旁边经过，一脚踩在了梅西的手上。当时裁判没有看到，也没有 VAR 回放，但电视回放拍得非常清楚。穆里尼奥赛后表示，如果佩佩是故意的，也应该受到处罚，而佩佩则公开解释说自己并非有意的。但这件事情甚至遭到了部分马德里媒体的严厉批评。当时皇马和巴萨的比赛中已经频繁地出现踩踏呀、铲球呀，双方都围攻裁判呀，双方教练组争吵啊，球员总在地上翻滚呀，还有赛后的互相指责。许多人开始认为，穆里尼奥虽然已经让皇马更有竞争力，但也让球队在面对巴萨的时候过于紧张、过于愤怒。第2回合在诺坎普，巴萨一度2-0领先，但皇马下半场突然开始猛烈的反扑 ，C 罗扳回一球，本泽马再进一球，比分变成2-2。最后20分钟，皇马再进一个就能完成超级翻盘，但最终巴萨守住了2-2，总比分4-3晋级。虽然皇马被淘汰，但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皇家马德里已经开始敢于在诺坎普向巴塞罗那施加压力，而不是只想着退守。进入到2012年春天，皇马在联赛中已经建立起巨大的优势，一度领先巴萨达到10分。很多人认为西甲争冠已经结束，但随后皇马连续出现问题，1-1主场战平马拉加，客场1-1又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后来又主场0-0战平瓦伦西亚，领先的优势不断缩小，巴塞罗那重新看到了机会。这其中最疯狂的是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那一天晚上皇马全队集体失去控制。2012年3月21日，皇马客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 C 罗帮助皇马先取得领先，
但比赛最后阶段，比利亚雷亚尔由马克斯·塞纳的任意球扳平，皇马认为裁判的判罚对自己不利，情绪彻底失控。在短时间内，体能教练鲁伊·法里亚被罚下，穆里尼奥被罚上看台，拉莫斯2张黄牌变成红牌被罚下，厄齐尔因为讽刺性的鼓掌也被直接罚下，佩佩赛后还因为言行受到追加处罚。最终比分1-1，皇马的领先优势只剩6分。而这场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对方只打进了1个扳平球，但皇马表现的已经像丢掉了整个联赛冠军。所以穆里尼奥最擅长的制造出被所有人针对的心理，这跟过去曼联福格森很像。福格森过去就非常喜欢制造整个全世界都和曼联为敌的氛围，来凝聚全队的战斗力。穆里尼奥和马德里竞技的迭戈·西蒙尼也非常喜欢采用这种心理战术。这种心理战术的特点可以激发队内的团结，可以转移压力，也会通过树立假想敌，不断地向全队灌输没有人看好我们的危机感。而这3位教练的球队共同的特点总是非常强硬。那么在联赛优势缩小之后，皇马客场迎来了对马德里竞技的德比战。当时马竞已经开始由西蒙尼执教，比赛并不好踢。如果皇马继续丢分，在之后去诺坎普，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结果 C 罗踢出了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的远距离任意球破门，再用远射得分，最后点球完成帽子戏法。此后还助攻了卡列洪，皇马客场4-1大胜。这场胜利让球队终于稳住局势，也让 C 罗以极好的状态进入到决定冠军归属的国家德比。2012年4月21日，巴塞罗那主场迎战皇马，这是最经典的一战。赛前皇马只领先4分，巴萨如果获胜，差距就只剩1分；皇马如果获胜，优势将扩大到7分，可以说联赛基本结束。而在最关键的时候，穆里尼奥没有摆大巴，虽然依然重视防守，但皇马已经不再像第1年的欧冠半决赛那样专门安排佩佩踢破坏型的后腰。这说明穆里尼奥已经开始相信，现在的皇马能够用自己成熟的体系和巴塞罗那对抗。上半场利用角球，皇马制造混乱，赫迪拉近距离把球打进，皇马1-0领先。但第70分钟左右，替补出场的中锋桑切斯帮助巴塞罗那扳成1-1，诺坎普的气氛瞬间达到高潮。巴萨球员准备继续进攻，但仅仅几分钟后，厄齐尔在中场送出一记非常漂亮的直塞， C 罗从右侧高速插上，趟过了巴尔德斯后小角度破门。进球后，他跑向看台，伸出双手不断向下压，示意现场所有的观众 calma 冷静。这一庆祝动作成为 C 罗职业生涯最经典的画面之一。最终皇马2-1获胜，领先优势扩大到7分，只剩4轮比赛，联赛冠军基本失去悬念。而这场比赛的象征意义非常大，它不是皇马偶然偷到的一场胜利。1年之后，他们在诺坎普已经没有被巴萨长期的压垮，也没有出现红牌，没有出现因为巴萨扳平而失去控制，在最关键的时刻依然能完成最高质量的快速反击。而且此前承受最多质疑的 C 罗打进了制胜球。第1年0-5输球的时候，皇马看起来完全不是巴萨一个级别的对手，但1年半以后，他们能够在诺坎普以成熟冷静的方式决定联赛冠军。2012年5月2日，皇马客场3-0击败比尔巴鄂竞技，提前获得西甲冠军。伊瓜因、厄齐尔和 C 罗都有进球。这场比赛还有个插曲，开场阶段 C 罗罚丢了点球，但没有影响到最终结果。于是皇马自2007到08赛季以后第一次拿到了西甲冠军，终结了巴塞罗那连续3个赛季在西甲的统治。穆里尼奥则完成了在4个国家都获得了顶级联赛冠军的超凡成就，分别在葡萄牙的波尔图、英格兰的切尔西、意大利的国际米兰、西班牙的皇马。特别是他们创下的西甲100个积分夺冠的记录，时至今日从未被超越。38轮比赛狂轰121个球，场均高达 3.18 球，这项纪录时至今日无人能破。净胜球高达正89个，同样是西甲历史之最，无人能打破这样的纪录。这个赛季被视为西甲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单赛季表现，单赛季32次比赛胜利的纪录依然没有被打破。但接下来比拉诺瓦执教的巴塞罗那2012到13赛季也斩获100分，也拿到了32场胜利，追平了纪录。所以第2年的皇马最可怕的地方是进球点还不只有 C 罗，联赛中形成了3名主要的得分手， C 罗46个球，伊瓜因22个球，
本泽马21个球，三人合计打进89个联赛进球。而厄齐尔和迪玛利亚提供了大量的助攻，阿隆索负责第一脚向前的传球。他们最经典的进球过程通常是拉莫斯、佩佩或者阿隆索断球，阿隆索然后迅速长传或者直塞，厄齐尔转身向前， C 罗和迪玛利亚同时高速冲刺，本泽马回撤接应，或者伊瓜因直接向前攻击禁区内。许多球队还没来得及重新站好位置，皇马就已经完成了快速射门。所以这支球队真正可怕的不是单纯的速度快，而是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在攻守转换瞬间抢下球权后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做什么。而在欧冠小组赛的皇马表现几乎完美，6场比赛全部取胜，成为欧冠历史上当时少数能够完成小组赛6连胜的球队之一。他们3比0击败阿贾克斯，4比0击败里昂，6比2狂胜萨格勒布迪纳摩，6场小组赛打进19个球，只丢了2球。淘汰赛阶段总比分5比2淘汰莫斯科中央陆军，总比分8比2淘汰黑马希腊人竞技。半决赛遇到拜仁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是皇马夺得第10座欧冠最好的机会。但半决赛首回合客场，皇马1比2输给拜仁。次回合回到伯纳乌 ，C 罗开场不久便连进2球，皇马2比0领先，总比分实现反超。但当年不可一世的罗本随后通过点球扳回1球，2回合总比分3比3，进入到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皇马前3名主罚者是 C 罗、卡卡和拉莫斯，但结果 C 罗的点球被诺伊尔扑出，卡卡的点球也被扑了出去，第3个拉莫斯将球提高。虽然卡西利亚斯也扑出了2粒点球，但拜仁最终还是点球大战3比1晋级。当时点球决战的时候，穆里尼奥跪在场边看着球员主罚，在那一刻他已经无法再做任何战术上的调整，只能跪在那里祈祷球员们相信自己，只能等待结果。而更残酷的是，那一年欧冠决赛是在拜仁自己的安联球场举行。拜仁淘汰皇马以后回到主场参加决赛，却最终在点球大战输给了切尔西。所以穆里尼奥没有进入决赛，而他的老东家切尔西最后却捧起了欧冠。特别是2012年切尔西第一次捧得欧冠冠军的阵容和核心骨干，还是几年前由穆里尼奥引进和确立的冠军的脊梁。那支球队的核心阵容深深打下了穆里尼奥的烙印。门将切赫，功勋中后卫特里，中场核心兰帕德，边路的大闸阿什里科尔，还有锋线传奇德罗巴，全都是穆里尼奥2004到2007年亲自引进和扶正的绝对主力。穆里尼奥已经离开切尔西5年了，但还是这批球员在2012年的慕尼黑之夜撑起了切尔西的灵魂，靠着他们的坚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转。但那次决赛特里和伊万诺维奇停赛，切尔西在半决赛和决赛变阵非常大，依靠的是老将们的精神凝聚力才创造了奇迹。想想半决赛如果是穆里尼奥的皇马晋级，那么带着皇马对上自己过去的切尔西老将们，那又会是怎样一幅经典的画面。好，第2年的穆里尼奥的皇马最大的成果是引发了赛季后瓜迪奥拉宣布离开巴萨。虽然不能简单说是穆里尼奥逼走了瓜迪奥拉，而瓜迪奥拉本人也主要强调是长期执教后的疲劳以及需要休息，但在时间顺序上确实很有戏剧性。第1年的穆里尼奥先被巴塞罗那先被瓜迪奥拉5比0击败，欧冠又被巴萨淘汰，可第2年皇马在诺坎普击败巴萨，终结了巴萨西甲3连冠。几天之后瓜迪奥拉就宣布离任，所以不少人都认为正是穆里尼奥结束了瓜迪奥拉在巴萨的统治，也结束了瓜迪奥拉在西甲联赛的存在。而更关键的，第2个赛季的穆里尼奥成功之处是他不再只想着阻止巴萨，也不再想如何破坏巴萨的比赛节奏。进入第2年，穆里尼奥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击败所有的对手。第2个方面， C 罗终于完全成为了球队的核心，不再只是数据惊人的射手。他在马德里德比，在诺坎普国家德比，在欧冠半决赛都承担了决定比赛的责任。第3方面，本泽马和伊瓜因形成良性竞争，伊瓜因更擅长直接冲击禁区内，本泽马更擅长回撤和连接。穆里尼奥已经很会根据对手选择中锋，他会在需要进球的时候甚至让2个人同时上场。第4方面，厄齐尔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控球的时间多少，而是在对手防线还没有站稳的时候，他迅速能送出最后一传。他成为了那支皇马最重要的反击发动机。C 罗在诺坎普的制胜球正是他这种能力最好的体现。第5个方面，皇马恢复了顶级强队的心理。
此前几年，皇马不仅在欧冠表现不好，面对巴萨也明显缺乏信心。但这一年，他们开始真正相信，我们不需要等待巴塞罗那犯错，我们可以主动击败他们。所以，第一年的穆里尼奥证明了皇马可以抵抗巴萨，而第二年他真正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在38轮联赛的长期竞争中正面击败瓜迪奥拉的巴塞罗那，夺回西甲冠军。而这一年封神西甲，加上名场面各种爆炸，还有他们的恩怨彻底摆上了台面，场内场外各种闹剧、骚操作、各种名梗、各种矛盾全部拉满。对老 K 来说，向来认为足球的本质就是娱乐，所以整整一年，包括我，包括许多人，肾上腺素一直在疯狂的分泌，足球也最大化实现了它的价值，让球迷们在工作生活劳累之余忘掉了所有的烦心事儿。而且过去那些伯纳乌老派的唯美派球迷曾经一度吐槽说穆里尼奥的皇马踢得太功利不好看，但这一年夺冠之后100分121个进球，他们全部闭嘴了。2011年西班牙超级杯次回合，皇马客场输给巴萨那一场，争议和判罚不断的时候，赛后离场，穆里尼奥对着摄像机对着巴萨替补席做出了用一只手捂住一只眼睛的经典手势，意思非常直白，裁判有一只眼睛是看不见的，他们偏袒巴萨。这个画面直接引爆了西班牙足坛，西甲足协加泰罗尼亚的媒体集体炮轰。这个手势也是穆里尼奥在皇马生涯最具标志性的表情包之一。第二个赛季，转播镜头疯狂地捕捉穆里尼奥，看他落后的时候蹲在边线，双手抱着头，领先的时候靠在广告牌，淡定地喝水，淡定地嚼口香糖，看他对裁判不满的时候夸张地摊手，原地踱步，各种暴走。后来互联网时代大量的动图表情包出自2011到12赛季，这是足坛表情包最高产的年份。而和 C 罗的关系方面，穆里尼奥继续他的激将法，公开场合经常敲打，说 C 罗防守不回追，太粘球，但私底下却给了 C 罗无限的开火权。而 C 罗单赛季西甲46个球，拿下欧洲金靴，彻底奠定了西甲第一射手的地位。而且人们经常看到在训练里，穆里尼奥会单独拉着 C 罗加练无球跑动，加练背身对抗。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 C 罗转型中锋铺好了路。但是在更衣室内部，矛盾逐渐开始公开化，也埋下了之后穆里尼奥下课的伏笔。第二年最核心的暗流涌动是卡西利亚斯。穆里尼奥认为，作为队长，卡西利亚斯在国家德比之后，私下里和巴萨的球员有很多短信往来，立场不够强硬，不符合球队对抗的氛围，加上训练的状态，初期的战术理念也不合，所以联赛后半段直接将卡西利亚斯摁在替补席，开始启用阿丹当主力门将，这也造成了更衣室的分裂。更衣室的本土帮像拉莫斯、马塞洛等等都力挺卡西利亚斯，而穆里尼奥的嫡系又有卡瓦略、佩佩，所以隐隐已经分成两派。而当时皇马的高层包括老佛爷其实并不支持穆里尼奥雪藏队长卡西利亚斯，但为了100分夺冠也暂时压下了矛盾。这些事情最终成为第3年穆里尼奥彻底崩盘的导火索。还有在更衣室，由于劳尔和古蒂已经离队，队内的大佬究竟是谁，规则正在重新建立，队内的话语权正在由穆里尼奥完全说了算。由于他训练量极大，一旦球员迟到或者态度松懈，就会直接下放 B 队，他的铁血管理贯彻到底。于是有队员私底下向媒体抱怨训练太累，这也被狂人穆里尼奥在发布会直接点名敲打。而媒体方面，在新闻发布会，狂人的语录、名场面句句经典，层出不穷。在被追问到100分冠军的含金量时，他说100分不需要任何人来认可，数字摆在那里就是答案。而当被加泰罗尼亚的记者问到了为什么你要捂住眼睛做出独眼的手势呢，穆里尼奥说，我只是眼睛有点不舒服，你们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而当穆里尼奥评价瓜迪奥拉，他说，瓜迪奥拉拥有历史最强的中场，而我靠着打磨战术、打磨斗志拿到了100分的联赛，我们的路径不一样。最后当欧冠半决赛点球决战输给拜仁以后，穆里尼奥说，足球有时候也不看战术，只看那一刻的心跳。于是在皇马的100分夺冠大巴游行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基础第1年拉莫斯摔坏了国王杯的教训，全队都小心翼翼捧着西甲的奖杯，但穆里尼奥站在车头，一脸很冷峻，很少大笑。媒体解读为永远不满足的穆里尼奥只满意联赛的成就，但对欧冠没能突破依然耿耿于怀。这一年2012年1月的国王杯被巴塞罗那淘汰以后，
穆里尼奥对着当场主裁判特谢拉的几次关键判罚极其愤怒，于是潜伏在停车场。比赛结束后，他没有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带着助手直接去了诺坎普球场的地下裁判专用停车场。当主裁判特谢拉拿着行李走向自己轿车的时候，穆里尼奥突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靠在大巴车旁，对着裁判嘲讽道：“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您可真是一位足坛艺术家呀！您居然好意思不给对方面子！您现在可以去抽根雪茄笑话我们皇马了，你这个没有羞耻心的家伙！”而这一幕恰好被西班牙的狗仔队拍了个正着，登上各大头条。还有穆里尼奥跟当时队长卡西利亚斯矛盾公开化以后，出现了战术泄密的风波。在一次国家德比前数小时，皇马的秘密首发阵容竟然被马德里媒体一字不漏的提前曝光。随后穆里尼奥在更衣室大发雷霆，甚至在训练场上当着全队的面怒吼：“你们中间有内鬼，有人背叛了我，背叛了整个球队。”而当时的卡西利亚斯的女友是西班牙著名体育记者萨拉，所以穆里尼奥和皇马的高层都公开怀疑，就是卡西利亚斯的枕边风向媒体泄了密。卡西利亚斯自己坚决否认，并且感到委屈。后来他也多次公开回应，说自己绝不是内鬼，也不是泄密者。但曾经有球迷在街头指责他就是球队的罪人。卡西利亚斯坚持认为自己是为了保护球队整体的氛围，保护国家队的队友，比如和巴萨球员的关系，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所以穆里尼奥在后来的言论中没有直接长篇大论，而是强硬地将卡西利亚斯摁在替补席。这样的举动表明他始终认为维护球队绝对的纪律和揪出内鬼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以老佛爷为首的皇马高层最终也在2015年默许并且推动了卡西利亚斯的离队。至于当时力挺卡西利亚斯，甚至和拉莫斯一起站在卡西利亚斯一边的西班牙帮本土球员，在事后多年，在许多球员的回忆录中也公开承认，当年第二个穆里尼奥赛季的皇马更衣室确实已经存在严重的信息泄密，也存在派系和山头，这样的内耗对球队造成了伤害。至于其他那些不是西班牙帮的球员或者中立的球员，普遍都认为将更衣室里面私密的信息带到公众媒体，这是突破了职业底线的越界行为。但也有球员认为穆里尼奥的执教手腕过于严苛，主动制造对立，让人感到窒息。不过除了卡西利亚斯和当年的女友萨拉，其实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真相。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一次皇马更衣室确实有内鬼，确实有球员泄密，但更衣室许多球员都有记者的朋友，所以不能因为卡西利亚斯的女友是记者就怀疑他是内鬼。而根据后来皇马门将杜德克在自传中的回忆，有一次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穆里尼奥发现球队内部演练的战术秘密被提前泄露给了媒体后，愤怒地冲进更衣室大发雷霆，当众指着球员埃斯蒂万·格拉内罗质问，说哪里有老鼠，是你吗，格拉内罗？但其实格拉内罗本人在效力皇马期间和离队后都表现得非常忠诚，也并没有因为这次事件和穆里尼奥彻底反目。所以外界普遍认为，穆里尼奥真正长期怀疑和针对的头号核心泄密目标还是卡西利亚斯。好的，如果喜欢老 K 这样的故事系列，欢迎您热推，欢迎您点赞，也欢迎您长期关注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